宋爷爷今天在跟同事们吃汉堡时，想象力突然又迸发了。今天用苹果和胡萝卜给乐宝和爱宝也安排了一个大熊猫版汉堡，而一个美味的熊猫汉堡则要从揉面开始，要达到筋道的效果，需要揉够7749次，少一次都达不到那个口感。之后将揉好的面团放入蒸锅，再经过45分钟的大火蒸腾，大熊猫版的汉堡皮便完成了。之后，宋爷爷开始准备汉堡馅，首先用竹笋打底，上面再放上小苹果和胡萝卜，这样一个大熊猫专属汉堡便完成了。宋爷爷一共制作了2个，第一个宋爷爷拿给了爱宝，这是爱宝第一次吃汉堡，有点不太懂得如何食用，不小心将汉堡摔在了地下。爱宝只想吃自己想吃的配菜，爱宝先是挑拣着汉堡上面的小苹果，而宋爷爷则在旁边不断的教爱宝如何正确食用汉堡。经过宋爷爷不断的教导，爱宝终于听明白了宋爷爷的意思。爱宝拿着汉堡咬了大大的一口，宋爷爷看着爱宝正确的打开了汉堡的食用方式，感到了深深的满足。爱宝吃完汉堡后，宋爷爷来到乐宝这里，宋爷爷提前将汉堡摆放在了乐宝的房间。乐宝走进房门，先是凑近汉堡仔细闻了闻，然后又舔了一下。乐宝好像激动的有点过头了，开心的压在了汉堡上一顿咬。不过好在汉堡并没有压碎，乐宝拿起汉堡打算找个舒服的位置开吃，中途汉堡皮还掉了下来。此时宋爷爷紧盯乐宝的一举一动，猜想着乐宝能不能正确使用汉堡。只见乐宝和爱宝一样，都是先吃了自己喜欢吃的配菜，一样没有正确领悟吃汉堡的方式。宋爷爷眼看乐宝和爱宝都喜欢吃自己做的汉堡，于是第2天又给其做了一份。这次刚好圣熙阿姨在旁边，宋爷爷先让圣熙阿姨品尝了一下，看看口味如何。当然圣熙阿姨并没有真吃。之后宋爷爷拿着汉堡给爱宝和乐宝放在了室外园区，如果给爱宝放在室内园区的话，姐妹俩肯定会给爱宝偷吃掉，而乐宝这里就随便放就好了。乐宝第2次吃汉堡明显比第1次经验丰富，这次乐宝没有再挑拣里面的配菜，而是双手举起汉堡对其深深的咬了一大口，然后惬意的将手搭在了躺椅上，这个样子别提乐宝有多爽了。这次乐宝懂得了汉堡要举着吃才不会散，乐宝这模样简直不要太可爱。乐宝一口下去后，低下头仔细的品尝着汉堡冲击味蕾的感觉。因为瑞宝和辉宝还小，不能吃汉堡，所以宋爷爷给姐妹俩找寻了一些新嫩的雪竹竹笋。虽然姐妹俩没有汉堡吃，但对雪竹竹笋也是很满足的。这天圣熙阿姨和宋爷爷分别拿着大竹笋和胡萝卜来到园区，不过吸引瑞宝的并不是竹笋和胡萝卜，而是圣熙阿姨手里的相机。瑞宝好奇地凑近圣熙阿姨手中的相机，张着大口就想对其来上一口，想尝尝圣熙阿姨相机的味道。圣熙阿姨另抬头看了一眼宋爷爷，心想这可不能被宋爷爷看见，不然自己要挨批评了。瑞宝尝了一口相机的味道后，便对其失去了好奇，因为他根本没有竹笋好吃。转身走到圣熙阿姨身旁，吃起了圣熙阿姨手里的竹笋。瑞宝这聪明且可爱的模样，让圣熙阿姨在拿着相机记录瑞宝的同时，还忍不住的将瑞宝搂进怀里。这温馨治愈的画面让依依看了，忍不住的发出耶啵耶啵的声音。而瑞宝这可爱的模样，更是差点让圣熙阿姨忘了自己的工作。与此同时，宋爷爷也忘记了自己是来干嘛的了。自从来到园区后，就一直举着手机对着辉宝拍个不停。不过辉宝这边些许有些不给宋爷爷面子，一直是屁股对着爷爷。而宋爷爷的表情此时有些惆怅，不知是不是在思考一会儿如何从树上给辉宝摘下来。直到宋爷爷胳膊举酸了，才想起自己是来干嘛的。宋爷爷走回房间，给姐妹俩去拿盆盆奶。宋爷爷拿来盆盆奶后，先是记录了一下姐妹俩今天盆盆奶的区别。因为辉宝体重领先瑞宝太多，所以宋爷爷今天给辉宝的盆盆奶减了量。记录好盆盆奶的宋爷爷先是走到瑞宝这边，只见宋爷爷细心的把竹子包好并放到了瑞宝身边，随后便让圣熙阿姨来带瑞宝去喝盆盆奶，自己则接下了抱辉宝下树的重任。果然不出宋爷爷所料，待在小树上的辉宝怎么能轻易下来呢？辉宝见宋爷爷过来，便做出了站断姿势。不管宋爷爷怎么做，辉宝依旧是待在小树上不下来。傲娇的辉宝与爷爷对视着，好像在说：爷爷，昨天你爬我的树，我在下面守半天也不见你下来，今天我也不下去，看你怎么办。见辉宝不肯下手，这结果宋爷爷也是预料到的。无奈的宋爷爷只好先去看瑞宝喝盆盆奶的情况。宋爷爷看到圣熙阿姨已经喂完瑞宝，便忍不住跟姨母吐槽起来，让辉宝下树实在是太难了。于是宋爷爷便开始在瑞宝这里找寻情绪价值。此时的瑞宝看着辉宝的盆盆奶，一心想要再吃2口，根本不想回家。而圣熙阿姨这里不管怎么抱都抱不起来，瑞宝此刻的身子软的就像水一样，而宋爷爷就在旁边哈哈大笑。不过等圣熙阿姨抱着瑞宝离开后，
宋爷爷看了一眼此刻还在树上的辉宝，瞬间就笑不出来。天，福宝和乐宝都错过了下班时间。福宝室内园区里的灯都打开了，但福宝还在树上呼呼大睡，而乐宝此时还在室外的树上。乐宝在室外的树上醒来后，一脸懵的发问：天怎么这么黑了？乐宝回过神来后，立马跑回室内园区。而福宝这儿，一等到熊猫世界闭馆都没有看到福宝醒来，看来今天又要辛苦爷爷了。不过今天白天时，福宝都有在好好营业哦。依依中午来看福宝时，福宝正在室外园区的小木床上吃竹子，不知道是太阳太大，还是竹子太美味。福宝眯着小眼睛吃竹子，跟吃窝头一样，感觉怎么吃都吃不够。福宝将小木床上的竹子全部吃干净后，福宝定睛看向通道门口，将爷爷曾表示自己最喜欢福宝传神的眼睛。福宝吃完竹子后，拉青团时的眼神里透露着慵懒且舒服的感觉。仔细观察福宝的眼神，会发现福宝的情绪都在两个小眼睛里有所体现。福宝拉完青团后，发现爷爷已经将通道门打开了，但福宝现在还不想回去。福宝假装没看见，站在原地又看了看室外园区，想了想自己要不要在室外园区再玩一会儿。福宝思索了半天，什么也没想到，便转头走向了通道门口。福宝的屁股上确实肉眼可见的有点黄，难怪宋爷爷在直播中一直提起福宝颜色的事情。福宝走回室内园区后，姨姨也去重新排队了。等姨姨再次回来时，福宝来到了小树上休息。福宝的微笑唇再配上福宝这小姿势，着实可爱，谁看了不迷糊。姨姨还贴心的拍了各个角度，福宝的嘴巴上的毛发都吃得湿乎乎的了。姨姨看了福宝5分钟睡觉的样子之后，去给双胞胎熊猫宝宝姓名去投票了。姨姨投的是辉宝和瑞宝。姨姨投完票回来时，福宝又开始了自己吃播。有一瞬间，从福宝的身上看到了爱宝的身影，福宝则点头回应，表示自己就是像妈妈。而乐宝今天姨姨看乐宝时，乐宝始终都是在睡觉，白净的毛发和福宝产生了鲜明的对比。福宝在室内休息完后，来到室外园区继续营业。福宝吃饱后，蹲在小木床上连拉带撒，又全部还给了小木床。宋爷爷今天来给二宝测量体重，可以看到这次的称重盒子明显比之前的大了许多倍，因为随着熊猫宝宝们的长大，如果再用之前那个盒子，就有点委屈熊猫宝宝们了。而今天的体重测量示意着二宝的体重已经超过5公斤了。之后，宋爷爷将二宝放在一旁，开始为其打扫室内卫生。打扫完卫生后，爷爷来到二宝身边，因为今天宋爷爷发现二宝一直没有去喝奶。这时，宋爷爷一直放心不下，因为以前二宝这个时间都已经吃完奶了，所以爷爷前来问二宝是什么原因，是因为不开心吗？还是只是现在不想吃，或是妈妈不给吃？爷爷镜头照向爱宝，爱宝此时就在二宝旁边，爱宝正趴在一旁休息。爱宝听到爷爷说自己坏话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表示当妈妈可真难。宋爷爷在二宝旁边念叨了一会儿，反被二宝的可爱模样吸引去了。宋爷爷对着二宝全身上下进行着赞美，走之前还特意再次叮嘱二宝，只有多吃饭才能快快长大，示意二宝要记得吃饭。之后，爷爷回到办公室来看大宝，此时的大宝正敞着怀睡觉，这说明大宝在爷爷房间里安全感满满。大宝听见说话声后醒了过来，大宝在床上挪动着自己的身体。爷爷表示大宝的睡姿很是标准，与爸爸妈妈以及和福宝姐姐来说，大宝的睡姿最漂亮。看完2只熊猫宝宝后，宋爷爷来到了乐宝的室内园区，来叫乐宝去室外园区玩耍。宋爷爷站在门口呼喊着乐宝，尝试用声音吸引乐宝过来。爷爷站在门口呼喊了10几分钟，终于给乐宝叫动了。乐宝缓缓向奶爸走来。宋爷爷担心自己离开后，乐宝会转头回去，所以便一直跟着乐宝。看到乐宝成功去到室外园区后，才放心下来。乐宝来到室外园区后，舞动着自己的身姿，向来观看自己的姨姨们展示着自己的身材。爷爷表示乐宝此时激动无比。看完乐宝后，爷爷来到了福宝的房间，同样的，爷爷来喊福宝去室外玩耍，但这次福宝完全没给爷爷面子。福宝一个转弯，扭头爬到了树上，爷爷在下面求福宝不要趴下，不要在树上睡觉。福宝装作什么也没听见，福宝是有自己的想法的，就这样安静地坐在树上。但宋爷爷实在是太黏熊了，一直在旁边念叨福宝，给福宝念叨的最后不得不听从爷爷的话。之后，福宝走向爷爷，经过宋爷爷连续的彩虹屁输出，福宝终于来到了室外。福宝来到室外，径直走到了自己的小木床上，晒着阳光，吃着窝头。爷爷说，福宝在阳光下的样子就像是一个正义的使者。最后，宋爷爷还去参观了一下福宝玫瑰，眼前的这片玫瑰花丛都是福宝玫瑰，而福宝的熊形立牌分布在了玫瑰丛的各个角落。
宋爷爷化身福宝的真爱粉，去跟福宝的各个立牌合影。你以为宋爷爷的这个镜头是在擦眼泪吗？实际上并不是，事实上是宋爷爷和江爷爷在直播时读到了一个网友的评论。 자, 제가 하나 읽어볼게요. JYY님, 두 분 같이 있는 걸 자주 못 보는데 케미가 장난 아니네요. 키역키역키역. 장난이란 얘기인가요? 江爷爷一时还没理解过来，还问了一遍宋爷爷什么意思，而宋爷爷则被网友的梗幽默到了。之后，江爷爷继续读其他的评论。 아까도 그런 질문들을 해주셨는데 일단 우리 송바원님과 제가 사실은 그 함께 근무하기가 쉽지 않아요. 왜냐면 而宋爷爷在中途擦眼睛，应该是因为直播时是宋爷爷刚下班，此时宋爷爷工作了一天，可能是有点累了，但并不是宋爷爷悲伤到流泪。而江爷爷则在一旁一直为网友解释两位无法经常在一起的原因。除此之外，网友还问到两个爷爷，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，两个爷爷最喜欢双胞胎熊猫宝宝的哪个名字？宋爷爷回答道，自己喜欢的其实已经被淘汰了。宋爷爷表示自己喜欢的是旺宝和梦宝。 그래서 왕바오, 멍바오를 这两个名字的含义是梦想与希望，可见这次名字的选择并没有内幕，全靠大家自己的投票。而江爷爷则表示自己挺喜欢辉宝和瑞宝的。 사실은 후이바오, 루이바오가 마음에 들었어요. 江爷爷解释道，辉宝和瑞宝给自己有一种智慧和光明的样子。不过名字最后的决定权还是由大家投票来决定。之后，两个爷爷还读到一篇有趣的来信，宋爷爷读信。 江爷爷在旁边连连拍手。 그리고 에버랜드 삼성물산은 두 분 월급 올려주세요. 아유, 네, 아직 안 끝났어요. 그리고 에버랜드 삼성물산은 두 분 월급 올려주세요. 네. 그리고 에버랜드 삼성물산은 두 분 월급 올려주세요. 네. 그리고 에버랜드 삼성물산은 두 분 월급 올려. 이렇게 진짜로 이렇게 여러 번 적으셨네요. 네. 한 줄 더 남은 네. 것 같은데. 그리고 에버랜드 삼성물산은 두 분 월급 올려주세요. 네, 월급 못 올리면 상여금 많이 주세요. 네. 네. 월급 못 올리면 상여금 많이 올려주세요. 굉장히 좋은 편지군요. 네. 宋爷爷读完后，旁边的工作人员都绷不住了，而两个爷爷也很感谢这个朋友的来信。这个网友真是深懂两个爷爷的心思啊。